随着多肉植物席卷阳台，越来越多的花友加入养多肉的圈子，成为多肉植物的忠实粉丝。但是接触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纷纷表示，对多肉一见钟情很容易，养出状态实在有点难，以至于许多花友都是满怀期待的开始，却又草草的收场。在我看来，养多肉其实是有捷径的，先了解一些关键信息，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随着频道内粉丝的增多，加入肉圈的新手朋友越来越多了，很多问题也都是新手小白没办法绕开的课题，所以今天花花介绍一下新手养多肉的一些经验，希望可以让入门的新手肉友少走弯路。一、基本习性先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养多肉至少要先了解其基本习性。大部分花友一直以多晒太阳、少浇水的7字真言来作为基本依据，大方向确实没有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肉植物受原生环境的影响，虽然喜阳光、耐干旱，但是大部分品种其实不耐高温和严寒，尤其是夏季，具有高温时期短暂休眠的特性，需要适当遮阳或安置于凉爽通风处度下，否则容易晒伤。如果继续处于露养环境下，暴晒和淋雨还会导致黑腐和化水。另外，一些藤蔓类多肉，比如佛珠、情人类、爱之蔓、紫旋月，以及12卷软叶系多肉，比如玉露、玉扇、寿、万象，它们是喜半阴的，长时间强光暴晒反而不利于生长。关于如何过冬，反倒不难，保持盆土干燥，只要环境温度不低于5度，大部分多肉植物都是安全的。2. 一份合适的土，事半功倍。养多肉的土不同于普通绿植用的营养土，主要以添加了3到4种矿物颗粒的土壤为主，虽然也可以用营养土、原土、沙壤土等普通基质，但是不利于控型和上色。因为颗粒土中的麦饭石、蛭石、珍珠岩、火山岩等，基本都是经过高温膨化后的矿物基质，不仅富含矿物微量元素，有利于多肉植物良好的生长，以及帮助其更好的上色，而且高温膨化形成的多孔结构，还有利于增加根系的透气性，防止多肉植物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积水烂根。要记住，养多肉一定要透气、通风。3. 先修根再上盆，好处很多。关于新入手的多肉植物需不需要修根，新手花友们一直很犹豫，一个是担心修根把多肉修死，另外也担心修根后不利于扶盆。其实恰恰相反，小范围的修根，尤其是那些细细的根，不仅不影响扶盆，反而有利于防止主根系老化，促进新根系生长。同时修根的过程中，还可以同时清理连作底层堆积的枯叶，及时发现叶片的夹缝中是否携带介壳虫，无异于一次上盆前的体检。修根后注意晾干伤口，采用朝土上盆的方式上盆，几乎不影响扶盆。但是要注意，扶盆期根据品种不同，时间有长有短，不要有事没事就拔出来看看，很多多肉都是拔死的。4. 养出状态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多肉植物株形紧凑，并呈现出好看的果冻色，称之为上色或出状态。上色通常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多肉植物细胞内色素浓度的外在表现，主要离不开适宜的配土、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早晚温差以及合理的控水。一般只有当细胞内色素浓度显著升高时，才会呈现出明显的叶色变化。除了多肉开挂区以外，大部分地区只有秋季以及初冬时节最接近原生环境，具有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早晚温差较大的气候优势，是多肉植物最容易出状态的时间段。其余季节只能通过控水和增加光照，尽量去保持状态。5. 少而精才是养多肉的长久之道。多肉植物不仅品种数以万计，而且新品更新很快，以至于很多花友在跟风一段时间后，反而陷入了买盆、买苗、买土无限循环的状态，最后阳台越来越拥挤，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也越来越高。所以初养多肉最好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先积累经验，然后循序渐进，反而才是长久之道。空闲时间还可以学学叶插、枝插、砍头繁殖等小技巧，乐趣和收获反而更多。除了少而精之外，花花还建议买一些皮实好养的可爱普货，比如奥普林娜、
紫乐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6. 花盆透气有孔是真理。养多肉用的花盆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花盆才行。花花是非常喜欢收集多肉花盆的，看到有些多肉花盆真的是非常可爱。我们养多肉除了要看花盆的颜值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透气效果比较好的花盆才行。透气对于多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优先选择透气效果好的紫砂盆。如果大家要是觉得紫砂盆有些贵的话，也可以试试价格比较便宜的陶盆，使用起来也是比较好用的，透水透气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如果刚开始想用家里的一些废旧容器养护，然后再想一盆的花友，一定要记住底部打孔，侧面可以的话也可以打一些小孔。花盆不透气，什么品类的多肉都会被养死的。养多肉是件有趣的事，但也是件考验耐心的事。每天都有新人的加入，也有老玩家的退出。如果你也想养多肉，盲目的开始，不如先借鉴一下别人的经验，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些适合新手入门种植的多肉植物，来一起看看吧。第一种多肉是东美人。特点，它是咱们平常所见多肉中最好养的品种，基本上无论怎么养都能活。养护注意事项，尽量用小盆控养，因为这样东美人的叶片才会胖乎乎的，同时冬天又会变成粉紫色或果冻色。而大盆养的东美人虽说更皮实，但会一年四季灰扑扑的不好看。第二种多肉是吉娃娃。特点，株形周正，不易徒长，同时养护难度不高，基本上各种环境都可以养。养护注意事项，吉娃娃长得慢，而且不喜欢抱侧芽，所以前期最好也用小盆控养，毕竟这样方便没有养护经验的新手浇水，同时冬天吉娃娃也更容易上色出状态。第三种多肉是紫乐。特点，长得快，好上色，容易养成老桩，同样也非常皮实好养。养护注意事项，紫乐光照不足容易徒长，而且经常长得乱七八糟的，因此养护环境光照一般的新手朋友最好用高度和口径在15厘米以内的花盆来养它，这样紫乐才不容易跑偏。第四种多肉是糖印锦。特点，很大气，跟糖印一样好养，而且因为叶片带紧的关系，其颜色更加丰富。养护注意事项，糖印锦会长得很大很高，到时会严重影响它的观赏性，建议等它的茎秆长到4至5厘米左右时就摘心，这样既能限制糖印锦的生长速度，又能促使它早爆侧芽。第五种多肉是布丁。特点，生长速度极快，又特别喜欢爆侧芽，通常1-2年时间就可以养成一大盆，而且跟明月相比，它的叶片呈红色更好看。养护注意事项，必须要有一个十分宽敞的养护场地，同时光照还要充足，要不然布丁占地方不说，还会长得张牙舞爪的特别丑。第六种多肉是香槟。特点，叶片光滑但带暗纹，同时跟吉娃娃一样株形周正，又不容易徒长。养护注意事项，香槟的皮实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但作为叶面基本无霜的多肉，它不是特别耐晒，故而夏季气温较高的情况下要给它遮阴，以免它的叶片出现晒伤。第七种多肉是鸡笼月。特点，长得快，易上色，而且叶插成功率接近100%，很适合新手拿来练手。养护注意事项，鸡笼月夏天暴晒茎秆容易出问题，而且通风不好，很容易感染烟霉病，所以萌新养鸡笼月夏天要将它放在早上能晒到太阳且通风特别好的地方养护。第八种多肉是红粉佳人。特点，株形和叶形十分秀气，而且茎秆高度适中，同时皮实程度不输布丁和紫乐。养护注意事项，早期的红粉佳人要控着养，要不然它的茎秆会长得歪七扭八的不好看。另外，红粉佳人出状态需要时间，新手朋友养它的时候需要多一点耐性。第九种多肉是露西娜。特点，株形低矮的大型多肉，其单头冠幅可以长到超过20厘米，而且它耐晒、耐热，又会在春夏两季出状态。养护注意事项，别用太小的花盆养露西娜，否则它会失去应有的味道。而且夏天不要遮阴过度，要不然它的叶片不会变成粉紫色。第10种多肉是秋丽。特点，皮实耐造，
长得快，茎杆长，还容易下垂，很适合养成悬崖桩。养护注意事项：秋丽需要用大一点的高盆栽种，因为它喜欢抱侧芽，若是你地方有限，就建议绕行。此外，秋丽爱土长，而且出状态对光照有一定要求，所以养它的肉友须得有一个光照充足的环境，比如说院子、楼顶和露台等。养花也是养心情，愿每一位花友都有一方心仪的小院，低头种菜，抬头看花，不忘初心，不问繁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新手种植多肉的经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欢迎及时告诉花花。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